朋友們，華為提出用濤定律來顛覆摩爾定律來設計及生產芯片的新思路，在科技界炸開了鍋。台灣的媒體及評論當然一個勁的貶低，但是今天我們從國際視角來看看別人是怎麼解讀華為這個新思路的。我們先看幾條華為在油管官方頻道上的網友評論。第一條評論：我在半導體行業從業30年，恭喜華為，進展遠比我預想的要快。繼續往下，恭喜華為，半導體領域迎來巨大飛躍。再往下，這絕對是項重大突破，堪稱革命性進展，它必將載入半導體發展史冊，成為行業里程碑事件之一。下則，只要華為推出主打遊戲和辦公的台式機、筆記本，我會第一時間入手。繼續往下，太厲害了，華為加油！再往下，這套全新技術標準來到正是時候，性能、穩定性、能效，還有親民的價格才是關鍵。華為和中國幹得漂亮。下則，華為團隊太棒了，這也是全世界的福音。繼續往下，華為加油，支持華為。這應該是韓國人。下面這位網友好像也是韓語啊。華為，請不要屈服於美國蠻橫無理的打壓。你們在半導體和科技領域的研發創新本就是正當權利。我們永遠和華為和中國站在一起。下面這位好像是泰國網友，他說：繼續研發極紫外光刻技術，做好備用方案。下一則，最近看了很多關於陶氏縮放技術利弊的討論，我並不懂這些專業術語和技術原理，但聽完何庭波的演講，他沉穩專業的姿態讓人倍感安心。我看到了華為面對打壓時永不言棄的精神，在美方無休止的極限制裁和抹黑下，能走到今天實在不易。華為做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成就，芯片女王了不起，華為真棒。再往下，如今中國的研發實力顯然已經超越歐美，中國企業、高校以及整套教育體系都交出了亮眼答卷，這份成功實至名歸，向何庭波致以致敬。再往下，感謝華為，相信很快華為就能造出性能頂尖、價格親民的各類設備。下一則，華為這次發布堪稱精彩，在2026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提出的陶氏縮放定律是極具巧思的創新，跳出傳統的物理尺寸微縮思路，轉以信號時延為核心衡量標準，從邏輯折疊技術也為半導體發展指明了清晰的架構方向。十分期待這項技術在人工智能和未來科技領域發揮的作用。下一則，恭喜華為，這正是我們期待的創新成果。繼續，最多5年，市面上就會湧現出大量搭載華為自研芯片、性能強勁又實惠的電子產品。華為之所以能一直領跑，也正因如此遭到美國制裁，競爭不過就選擇打壓。好的，朋友們，從上面的評論可以看到，這些全球網友的評論全是讚賞、鼓勵華為的，滿滿的正能量，與台灣人的評論截然不同。好的，現在我們看幾條美國 CNBC International 網友評論，這是美國的媒體啊。我們來看看他們這些網友是怎麼評論的。第一條評論：華為做得太棒了。繼續往下，中國好樣的，偉大悠久的文明在為全世界造福。再往下，有些博主動輒就把華為產品和廉價、威脅這類標籤綁定，卻絕口不提華為背後有大批本土培養、從未留美的頂尖工程師，我為此十分憤慨。下一則，笑死人了，何者中國還能偷走西方都尚未問世的技術？下一則，
眼看着中國走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昔日的西方主子再也無法打壓遏制中國，新加坡方面心裡很不是滋味兒。好的，繼續。這一幕和2019年外界看待中國電動汽車鹽酸鐵鋰電池的論調如出一轍。當年西方所有媒體也都斷言，芯片與軟件禁令會徹底擊垮華為。再往下，中國從2020年起布局芯片堆疊技術，而美國早在1970年就開始了。另外，深度求索 V4 大模型如今成本大幅下降，每100萬 token費用僅為0.003美元，頂配版本也才0.04美元左右。這對美國人工智能企業是巨大衝擊。美方此前上千億美元的投資恐怕付諸東流。下一則，中國的發展惠及全球民眾，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中國規模化生產，壓低成本，很多科技產品只會在西方流通，或者賣到天價。不管你對中國持何種看法，支持中國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生活着想。中國的發展實實在在影響着世界各地每個人。下一則，英偉達、波音、洛克希洛馬丁、特斯拉、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這些美國企業或多或少都在直接或間接享受納稅人資金補貼。怎麼沒人對此提出質疑呢？想來是雙重標準罷了。繼續往下，按照規劃，中國將在2031年實現半導體領域技術追平，不久之後還會實現永久領先。下一則，這場景像極了當年的柯達與諾基亞，我100%篤定，華為很快就能圓滿達成目標。華為體量龐大，人才、技術、資金與資源都十分雄厚。中國政府也會全力扶持，中國國內各家企業同樣會攜手助力。那些唱衰華為的人，完全是活在自己的幻想裡，哈哈哈。好的，繼續。如今再看克里斯·米勒所著的《芯片戰爭》，想必他也該如願了。很多國人都得感謝這本書，正如他讓國內產業界凝聚共識，下決心打造出完整芯片產業鏈。華為此次的突破，就是又一次有力的反擊。再往下，美國出於霸權思維，只顧短期算計與利益瓜分，親手做出了自己最不情願看到的局面。如今，他只能死死抱住制裁這最後手段，靠着激進的造勢來掩飾面對中國全產業鏈體系時的戰略無力。200年來，西方一直靠壟斷核心零部件，向全世界收取無形的技術稅。但這一次，他們碰上了中國。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工程師隊伍，體系最完備的工業基礎，更有在困境中涅槃重生的強大能力。這場圍堵注定無法困住中國。相反，美國親手築起的壁壘，只會將自己隔絕於這個全球體量最大、活力最強的新興工業體系之外。歷史帶來的這一格局反轉，如今正讓美國吞下苦果。下一則，良性競爭最終會惠及消費者。中國探索出了全新的芯片製造路徑，也正逐步擺脫舊有霸權體系，不再受制於美元和西方技術體系。繼續往下，美國股市、美元以及國債的發展邏輯都建立在一個主觀預判之上。美國能在人工智能領域對中國形成長期穩固的領先優勢，但如今看來，這個設想從根本上就站不住腳。再往下，美國 CNBC 總要聘用亞裔記者來報道中國經濟動態，足以見得美國人連中文都不願花心思去學，這也是美國始終無法客觀認清中國的根源。下一則，自特朗普首屆任期發起貿易戰以來，中國就一直在推進產業鏈自主，現在輪到美國着手搭建本土供應鏈了，祝他們好運吧。繼續往下，我絕不會被洗腦，去相信所謂雙方對立的虛假說辭，這既是中國的一次成功，也推動了人類科技進步。好的，這項技術正是華為應用在電腦、手機、車載芯片上的核心方案。
直接在芯片內部打造多層堆疊構架。大家或許還記得，1年前華為發布極具創新性的 Pura 80系列手機時，有研究人員嘗試拆解、逆向分析其芯片構架，最終他們發現這款芯片和以往產品截然不同，可在單一封裝內實現多層堆疊。時至今日，公開掌握並落地該技術的廠商，華為仍是獨一家。好的，朋友們，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美國媒體，網友們的評論也全在挺華為，這就很有意思了。最後，我們來看看德國最大的 IT 門戶網站 Heise.de 對此事的報道以及這些網民的評論。我猜大部分可能是他們德語區自己的網民啊。芯片光刻領域，華為欲顛覆摩爾定律。受制裁影響，華為難以繼續縮小晶體管尺寸，計劃採用堆疊芯片，縮短信號傳輸路徑，以此破解當前困境。華為半導體部門海思總裁何廷波於近日在上海舉辦的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 ISCAS 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芯片製程評估標準。傳統標準以不斷精進的製造工藝、提升單位面積晶體管數量為核心，而華為建議將芯片內部信號傳輸時延作為衡量芯片性能的新標準。華為提出的濤定律 （Tau Scaling Law） 有望取代沿用數十年的摩爾定律。摩爾定律的核心是芯片複雜度大約每2年翻一番，主要依靠製程工藝升級，讓每平方毫米芯片容納更多晶體管。而濤定律則把縮短信號傳輸時延作為評判處理器、人工智能加速器等各類芯片性能的核心指標。基於該理論，何廷波還公布了邏輯折疊製造方案，也就是邏輯芯片堆疊技術。芯片堆疊後，信號可橫向、縱向、雙向傳輸，大幅縮短傳輸路徑，同時各層芯片的電阻也得以降低。數據傳輸本身會產生大量能耗。這套方案能有效降低芯片功耗，還有助於提升主頻。華為立下宏大目標，計劃聯合合作夥伴，在2031年躋身全球頂尖芯片代工廠行列。何廷波明確提出，到2028年，相關工藝將實現等效1.4納米製程水準，對標英特爾14A 工藝與台積電 A14 工藝。中國光刻製造技術仍存差距，華為此舉也側面承認，在傳統芯片光刻技術上，短期內難以追上競爭對手。這情況並不意外，全球光刻機龍頭荷蘭企業阿斯麥被禁止向中國出售最先進的設備。目前，華為及中芯國際等國內合作廠商受限於老舊設備，製程卡在7納米階段。該節點雖仍有優化空間，但經濟效益持續走低。為實現所需芯片架構，國內廠商主要依靠多重曝光工藝，而每增加一次曝光，芯片良品缺陷風險就會隨之上升。現階段，中芯國際等企業的芯片生產也只能依靠補貼維持運轉。台積電等也搞堆疊，即使發力芯片堆疊技術，華為想要趕超對手仍舊困難，因為台積電、英特爾、三星也都計劃在近期內推出邏輯芯片堆疊方案。存儲芯片領域的堆疊技術早已普及，例如搭載 3D 堆疊緩存的 AMD X3D 系列處理器，英特爾也計劃從2028年起聯合台積電推出堆疊架構顯卡。如今主流的芯離方案也是芯片製程放緩後的產物，將多個芯離封裝在同一基板上，既能打造出更大規模的芯片架構，也能對各個模塊單獨優化。該技術在消費級處理器中已應用多年，例如英特爾酷睿 Ultra 300黑豹湖處理器就有3顆邏輯芯離組成。各方的應用方向存在差異。華為計劃率先將堆疊技術落地在手機處理器上，今年秋季就會推出採用該技術的麒麟移動芯片，而海外同行暫時僅將堆疊技術應用於服務器硬件。這項工藝成本高，技術難度大，散熱更是一大難題，在手機之類緊湊型設備中尤為棘手。除此之外，華為在堆疊工藝上還需補齊短板。阿斯麥的光刻機可將硅片對準精度控制在1納米以內，
這是實打實的物理精度，誤差僅相當於數個原子的尺寸。中國國內設備廠商在這項核心能力上，目前仍處於落後狀態。好的，朋友們，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家德國媒體的網民評論。我猜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 IT 專業人士吧。第一條評論：20年前，我曾在 IBM 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時芯片堆疊技術就已經被納入研究範疇，主要應用於 Power 架構。這項技術最大的難題在於堆疊結構的散熱問題。那時 IBM 嘗試將高純水直接通入芯片模組內部進行液冷散熱，但該項目推進數年後，因技術架構過於複雜，缺乏經濟效益，最終被叫停。我認為中國領導層具備長遠戰略眼光，會持續為這套次優技術提供扶持，直到自主掌握頂尖方案。可惜咱們的政府恰恰缺少這樣的遠見。繼續往下，有人提到受制裁影響，華為難以繼續縮小晶體管尺寸。這位網友接着說道：“說到底，意義何在？靠軟件優化反而能實現更大提升。人們不斷造出性能更強的芯片，去適配那些臃腫低效的軟件。除此之外，如今越來越多原本能用軟件實現的功能，都被塞進硬件裡。一旦這類專用硬件也和軟件一樣設計糟糕，那大家都只能不斷追求更強的芯片性能，這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一切本末倒置，成了一種盲目跟風與執念。最終，終端用戶非但沒有獲益，反而要付出更高成本，換來的實際使用體驗卻在變差。針對華為目標遠大，計劃聯合合作夥伴在2031年躋身全球頂尖芯片代工廠行業這句話，他繼續評論道：“這才是核心問題所在。華為只管造芯片，芯片上運行的軟件，它卻無權干預，無法把控。說白了，如今超過90%的日常使用需求用 Windows 95或 XP 系統就能完成，而且運行速度、效率都比現在更高。”再往下，信號傳輸時延並非全部，功耗同樣至關重要。製程工藝精度偏低的芯片本身耗電量更大，芯片堆疊技術也改變不了這一點，而功耗增加又會進一步加大散熱難度。可堆疊架構本就已經讓散熱問題雪上加霜。下一則，也就是說，這並非實現14I 的光刻分辨率，而是把有源層超薄堆疊在一起。這個思路構想很不錯，但落地難度極大。堆疊的各層薄膜厚度僅有數個原子層級，且不說要精準轉運這種超薄、厚度均勻的膜層，本就近乎不可能。這種可精準刻蝕深度的交替疊層結構，確實能達到預期效果。繼續瓶頸，後續會逐步顯現，而且誤差會逐層累加，進而相互制約堆疊層數與芯片良率。這仍是一條值得探索的技術路線。非點狀缺陷還會帶來額外干擾問題。放寬結構尺寸，增加膜層厚度的前提下實現該方案，同時攻克熱效應難題，將會催生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在信號傳輸實驗方面，該技術具備不小潛力，但光信號傳輸也會面臨其他新難題。這確實是一條新穎的替代路線，它能更好地實現面型抗干擾，有望推動整個行業發展。這類技術研發過程難免經歷坎坷，相關成果或許也會過早被商業化轉讓。相關技術不妨與各方合作共享，聯合研發，彼此積累經驗。眼下關注該方向的參與者不在少數，起步階段大家面臨的風險也基本一致。我個人看好這套工藝技術能產出亮眼成果，只有在技術落地徹底失敗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全盤虧損。中國擁有大量頂尖技術人才，但該領域也不乏經驗不足的參與者。我們不妨靜觀後續整體環境與局勢的發展。看來這位是非常明白的人啊，可能對這方面的技術理解還是比較深刻的。好的，咱們繼續往下。摩爾定律本身並未限定必須依靠製程微縮，它的核心定義很簡單。在芯片面積不變的情況下，晶體管數量實現翻倍，僅此而已。數十年來，
精細製程一直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流方向，但芯片堆疊技術同樣可以延續摩爾定律。咱們再往下，華為的這套思路並非首創，它大概率也難以實現真正的技術突破。這就好比100米賽跑，原本拼用時，如今卻會用別的計量單位來爭排名。對華為高層而言，這份成果或許足以爭取到急需的補貼扶持。下一則，用線性思維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的發展態勢，因為中國的發展是指數級增長。這篇文章剛發布，內容就幾乎已經跟不上現狀了。西方評論普遍存在這個短板，他們始終困在固有的認知裡，想當然地認為自身優勢會線性延續。看跟帖，回復用線性思維看不懂中國的發展。這網友回應道：所以是指數級這個說法行不通嗎？恕我眼界有限，腦子只會按線性邏輯來。拋開前面所有話題，給我一份藍莓馬芬蛋糕的食譜吧。我今天狀態實在不行，見諒了。看另一個跟帖，回復用線性思維看不懂中國的發展。這位網友回應道：我前不久又去了一趟中國，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當地經濟整體發展態勢尚可，當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再說，如今還存在指數級增長，恐怕也就那些過去30年一直待在德國鄉村，平時也很少上網的人才會這麼認為。過去數十年裡，中國確實有很多行業實現過多年的指數級增長，但如今中國發展已步入成熟階段，增速回歸平穩。如今的情況大概是，在中國看來，再正常不過的增長速度，放到人口老齡化、經濟日漸低迷，而且國民對外界認知普遍匱乏的德國，反倒被視作指數級增長。把這種增長和線性思維放在一起討論，本身就是個有趣的邏輯。這想必也和德國教育有關。自默克爾頻繁使用指數級這個詞後，相關教學內容也就顯得不合時宜了。我只想提個建議，大家趕緊學中文吧，至少也要把英語練好，然後呢，去中國看一看，先以遊客的身份前往，之後也可以在那邊工作。中國接下來也會需要外國務工人員。順便帶一句，我身邊的亞洲朋友們都說，大概只有德國人會固守線性思維，包括我在內，那些亞洲人應用的都是務實靈活的思維方式。另一位網民反駁樓主說，德國、歐洲外來務工人員，中國的製造業發展迅速，因為他們像吸塵器一樣吸納了所有歐洲技術工人，而這些工人正在將中國人的工廠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中國的學校無法提供這種教育。我妻子的侄女們在一個有60到70個孩子的班級裡，其中相當一部分孩子正在被洗腦。習近平正在以供給擴張為原則構建其經濟，導致絕對的多極化和絕對的過剩，而這種過剩完全依靠補貼來維持。這種過剩的生產隨後被用來擊敗西方。在學校裡，他們給學生們講，美國必須遭受核武器攻擊，西方是敵人，台灣必須用武力併入中華帝國。但他們教育領域的內部敵人、腐敗和系統性錯誤沒有得到解決。再往下看，這也是最後一條評論。回復用線性思維無法理解中國的發展。然後這位網友回應說，你說的基本正確，西方媒體始終沒有明白一點，中國的發展是高度多元化、多層次的，西方總是揪住單一指標不放，仿佛僅憑這一點就能評判中國整體的科技水平。但如果你們看看這個視頻，就會對中國的真實科技位置有一個更模糊但更全面的認識，也會看到德國已經被甩開有多遠。而且你們會明白，在中國的整體布局與長期規劃中，芯片光刻技術其實只扮演次要角色。好的，本期關於華為提出韜定律新思路的節目就到此為止，非常感謝大家。